话说西晋末年，八王之乱之后，南匈奴屠各部的刘渊建立的前汉迅速崛起，并在永嘉5年公元311年攻占西晋首都洛阳，大肆劫掠屠杀，俘虏了当时的晋怀帝司马炽以及一众王公大臣。吴王司马炎之子司马业随后在长安称帝。316年，长安被汉将刘耀围困日久，晋闵帝司马业肉袒出降。司马炽和司马业在被汉军俘虏之后像极了后来北宋末年的徽钦二帝。当时的前汉皇帝刘聪为了羞辱他们，让司马炽穿上下人的青衣，在宴席间为大臣们斟酒，让司马业穿上戎装充当前导。饱受折磨之后，司马炽、司马业先后被害。永嘉年间都城洛阳被攻破的这一段故事，史称永嘉之乱。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，这是慢聊五胡十六国的第2集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西晋末年风云激荡，刘渊、刘聪、刘耀、王弥、石勒等等乱世豪杰都会在这一集相继上线。一个来自北方的匈奴人为何要拜蜀汉后主刘禅为祖宗？五胡十六国身高2.27米的天下第一高人究竟是谁？一国京师，百姓相识，母仪天下的皇后接连5废6立，贵为公主，辗转卖身为奴。说他们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乱世呢？这一集越到后面血压越是飙升，别走开，且听我一一道来。说八王之乱的后期，幽州王浚和滨州的司马腾率领10余万大军来打邺城。坐镇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眼见对方是来势汹汹，顿时犯了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身边的一位将领挺身而出，向他请命前去召集5部人马以赴国难。此人50上下的年纪，身高8尺开外，身材极为健壮。司马颖最开始并不看好这人的提议，但是对方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司马颖最终决定派他回去召集兵马来解救自己。让司马颖始料不及的是，这人一离开邺城，就好比蛟龙入大海，猛虎归山林，是一去不复返。此人姓刘名渊，字元海，出身匈奴贵族，早年依照惯例入朝当了世子，一方面是匈奴一方的人质，一方面是匈奴的驻京办主任。那么匈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，在经历了西汉冒顿单于的鼎盛，汉武帝时期的惨烈战争以及不断内乱和分裂之后，彻底衰落。再后来曹操将入塞的匈奴划分为5部，每部以其贵族为帅，散居在边地的一些郡县。刘渊对司马颖说去召集5部人马，指的就是5部匈奴。按照《晋书》的记载，刘渊刘元海是冒顿单于的后人。当初汉高祖刘邦以宗室女子为公主，许给冒顿单于为妻，并约为兄弟。从东汉时期开始，进入汉地的匈奴人纷纷改换了汉姓，冒顿的这一支后人就开始以刘氏为姓。刘渊的父亲刘豹是左贤王。匈奴的习俗是以左为尊，左贤王的地位仅次于单于，通常情况下是单于的候补人选。那么刘渊这个人从打出生就带有一定的奇幻色彩，比如他的母亲呼延氏在怀他之前到黄河边上求子，晚上梦见一条头上长角的大鱼。别的孩子都是怀胎10个月，刘渊是在娘胎里足足待了13个月才降生。再比如刘渊出生以后，掌心纹路好像一个渊字。这些其实和中国古代很多帝王一样，写的刘渊生来就与众不同。这种惯有的美化自己的记载，让今天的我们难以确定它的真实程度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刘渊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教育，诗、易、尚书、左传、孙子兵法可以说是样样精通。
而且文武全才，全面发展。长大以后，刘渊身高8尺4寸，换算成现在的高度啊，相当于2米出头，圆臂善射，履历过人，并且啊，他生的一副3尺来长的好胡须。最令人称奇的是，这一堆胡须当中还有3根红胡子。那么多年在西晋朝中行走，让他交往了一些朋友，而真正在匈奴人中间建立威名，是在太康末年代替他的父亲做了匈奴北部都尉之后开始的。赏罚分明，乐善好施，待人以诚。渐渐的，五部匈奴一些有头有脸的都和他有着密切的来往。这些呢，也为他后来创业单干积攒了足够的人脉。羽翼丰满之际啊，刘渊终于也等来了一个机会。顶头上司成都王司马颖形势危急，他乘机请命要召集五部匈奴。司马颖权衡利弊，终于将他放虎归山。那么公元304年8月，趁着天下大乱，刘渊在滨州离石正式起兵，称大单于。刘渊起兵的离石啊，就是今天山西吕梁的离石区。经济不发达，但是位置险要，东边是晋阳，西边是黄河，北通雁门，南边啊可以直扑河东。离石这个地方不大，但是可供拓展的选择有很多。刘渊是304年8月起的兵，扯起大旗不到1个月，刘渊的队伍呢乌泱已经有5万之众。不知不觉，这夏天啊，他就悄悄过去了。这一年的10月啊，刘渊迁都到了左国城，在左国城南郊筑坛，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，给汉代一系列杰出帝王立了牌位。随后呢，效仿刘邦，自称汉王建国，大赦境内，改年号置百官。刘渊建汉以后，效果显著，吸引了远近不少人前来归附。西晋永嘉元年到永嘉2年这个时间段啊，有这么几个狠人加入到了刘渊的阵营。头一个，东莱人王弥。这个人啊，本来有着很好的家世，但是不是个安分的主。早些年四处游历的时候啊，有位隐士曾给他下过这样的评语，说君财生暴士，好乱乐祸，若天下骚扰，不做士大夫矣。说他说话的声音啊，好像豺狼，目光隐隐透着豹子一样的凶狠，一旦天下动荡，就不会去做士大夫了。后来的王弥呢，也的确是这样。八王乱起以后啊，山东有个叫刘伯根的县令揭竿而起，王弥呢就带上家丁，投身到了造反事业。没有多久，这刘伯根呢被政府军给咔嚓了，王弥呢只能领着人逃进山中，仗着弓马迅捷，履历过人，当起了山贼头头，江湖人送外号飞豹。随着在山东的强盗事业做大做强，王弥遇到了另一个狠人，时任兖州刺史的苟熙。苟熙字道将，好屠伯，又好大狗，一听这名号就知道这不是个善茬。王弥在入寇清徐2州的时候啊，被苟熙杀败，不得已又退回到了山里。这时候的王弥呢，听说了从前的老朋友刘渊啊，已经在滨州另起炉灶，风生水起，于是派人前去请求归附。就这样，王弥所部成了刘渊汉政权的一支偏师。除了王弥啊，还有2位胡人酋长加入到了刘渊的队伍，一个是上郡四部鲜卑的陆竹岩，一个是氐族大单于单征。这些人啊，都是带着部众前来归附的。而接下来这位呢，有点特殊，单枪匹马，老哥一个就来了，大字儿不认识一个，没有一兵一卒。这个人的名字啊，叫石勒。说初来乍到，寸功未立，也没有人马。当时呢，正好有一伙乌桓人在周边占据着堡寨，刘渊几次3番劝降都没有成功。这新人石勒来了以后呢，说我去试试吧。结果不久后，也不知道他想了什么办法，石勒就领着乌桓的数千部众回来了。这个人很传奇，但是他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。有关石勒的故事，
后面会做一期专门聊一聊。那么除了王弥、石勒，刘渊的麾下还有2员不可多得的猛将，一个是他的儿子刘聪，一个呢是他的养子刘耀。刘聪是刘渊的第4个儿子，刘渊当年呢是13个月才降生，刘聪比他时间要更长，15个月才来到世间，而且据说出生的时候呢满地白光。像他的父亲一样，刘聪从小接受儒家教育，10几岁上下就已经究通经史，兼宗百家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15岁开始习武，能拉得动300斤的弯弓，履历骁捷，冠绝一时。这是刘聪的一些情况。刘耀呢，要比刘聪更加令人称奇。他是刘渊族兄的儿子，从小呢父母双亡，被刘渊收养。说着刘耀8岁这一年，跟随刘渊一同上山打猎，打着打着呢，天降大雨，这伙人就来到一棵大树下面避雨。突然咔嚓一个大雷，正好劈到这棵大树，那众人呢全都吓得四散，只有8岁的刘耀面不改色，泰然自若。刘渊在旁边连连称奇，说这孩子真是我家的千里驹啊。成年以后的刘耀史书记载这个人是身长9尺3寸，垂手过膝，生而眉白，目有赤光，须髯不过100余根，而皆长5尺。这个刘耀长得比较奇特，9尺3寸，如果换算成现在的身高约等于2.27米，称得上是东晋16国第一人。天生眉毛发白，眼带红光，胡子呢稀稀拉拉，满打满算100来根，长得呢还都挺长。就是这么个哪哪都长的人，偏偏力气还很大，精于骑射，而且尤其好读兵书战策，自比乐毅、萧何、曹参。身边的人都认为他在吹牛，只有和他从小玩到大的刘聪认为刘耀是刘秀、曹操一样的人物，乐毅、萧何何足道哉。那么王弥、石勒、刘聪、刘耀这么4位当世猛将齐聚在刘渊帐下，纵横捭阖，折冲千里，整个中国北方也即将被他们搅和的天翻地覆。永嘉2年，公元308年春天，刘渊派出2路大军，分别向东向南扩展地盘。一路由辅军将军刘聪等人率领，南据太行；一路呢由辅汉将军石勒等人跨过太行山，向着河北等地进发。刘聪很快拿下了顿丘、河内等地，汉国的势力已经和西晋京师洛阳隔河对峙。而石勒在河北的进展不太顺利，在常山被幽州的王俊击败。除了这2支主力以外，王弥的偏师在山东趁乱迅速做大，在清徐兖豫4州劫掠一番之后，进入了许昌城，开府库，取兵甲。西晋朝廷是焦头烂额，局面呢越来越无法控制，连之前打败过王弥的苟晞一时也没了办法。王弥又支棱起来了，他的部队已经发展到数万之众。在这个时候，王弥决定更进一步发挥自己好乱乐祸的属性，干一票大的。这一年的5月王弥率部离开许昌，兵锋直指洛阳。王弥突然杀向了洛阳，晋廷上下始料不及。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紧急调来5000甲士，远在姑臧的张轨也派来了大将北宫纯，领着凉州兵赶来支援。5月19，王弥领兵来到洛阳城下，结果5月21就被杀得大败。收拢了残兵败将，王弥渡过黄河去找他的好大哥刘渊。洛阳危机的解除主要得益于凉州兵的勇猛。朝廷一看凉州兵可用，随即立即派往河东前线。凉州兵在河东又让刘聪吃了败仗。一时间，洛阳的人们好像看到了救星，编了一句歌谣，叫凉州大马横行天下。刘渊那边一看这不行于是他自己亲自领兵出征。他这一出征，很快就把整个
山西南部收入了囊中。为什么是山西南部不是山西全境呢？因为北边有一个狠人叫刘琨。这个刘琨啊，就像一颗蝎子，在教好北边拓跋鲜卑的同时，牢牢地盯在晋阳，终刘渊一事也没能将其撼动。刘琨字月时，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祖孙4代都是西晋的高官。我们都知道一句成语叫闻鸡起舞，当中有2个主角，一个是后来东晋的名将祖逖，一个呢就是坚守晋阳近10年的刘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汉国的形势啊越来越好，人们开始向刘渊上表劝进，刘渊也就不装了。308年的冬10月，刘渊上应嘉祥，下从民意，继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永奉。不久后，汉国太史令鲜于修之向刘渊建议迁都平阳，并认为不出3年，洛阳必克。刘渊表示同意，迁都到了平阳，并很快扫清黄河以北的障碍，厉兵秣马，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他下一步的计划将会全力进攻西晋的京师洛阳。洛阳自古以来啊，都是个好地方，北临邙山，南系洛水，东压江淮，西挟关陇，九州腹地，天下之中。从这一角度而言啊，洛阳十分适合用来作为统治中心。只是有一些例外，比如到了国防疲弊、皇权衰弱的时候，洛阳这个4险之国又会成为4战之地。公元309年秋8月，汉主刘渊派刘聪、王弥进攻洛阳，让刘耀、赵固领兵作为后继部队。汉军的计划是从河东郡渡过黄河，进入弘农郡，再沿着洛水一路向东，直抵洛阳。初期进展都很顺利，在黄河北岸大败前来阻止渡河的晋军。成功渡河以后呢，弘农太守完颜投降。刘聪领兵啊，驻扎在了距离洛阳120里的益阳。接连胜利让刘聪有一些得意忘形，却没想到弘农的完颜其实是诈降。结果在一天夜里啊，遭到偷袭，刘聪大败而还。秋风瑟瑟，刘渊全身缟素，亲自出城迎接这支吃了败仗的部队。2个月以后，刘渊再次派出刘聪、王弥、刘耀等人，领精骑5万进逼到洛阳。晋廷以为汉军新败，没想到呢，这么快他们就卷土重来，一时间京师大震，城门紧闭。这个时候的洛阳城啊，北依邙山，南接洛水，前后左右共有城门12座，南4北2，东西各3。刘聪大军这一次呢，到达洛阳城下，最初就驻扎在了西明门。就在汉军初来乍到，立足未稳之际，洛阳城中的凉州将领北宫纯趁夜领了1000余名勇士，突然杀到汉军大营，火光四起，哭爹喊娘，汉军是转瞬即败，好在没有动摇根本。第2天，刘聪重整旗鼓，来到洛阳南边，紧邻洛水，在宣阳门外扎营，同时让王弥屯扎在西边的广阳门，刘景去攻打北边的大夏门，刘耀去打东边的建春门，东西南北由此形成了合围之势。就在双方紧张对峙的时候，汉军的后方出了问题。本来领着几万部族作为后继部队的呼延义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部下所杀。刘渊呀，派人来命令刘聪撤兵，但是刘聪不为所动。他认为啊，来都来了，一点便宜没占，晋兵微弱，洛阳唾手可得，哪能说撤就撤呢？于是坚决表示这回一定要攻下洛阳。刘渊同意了。这时候洛阳城里的情况呢，是司马炽是名义上的皇帝，但是东海王司马越大权独揽。刘聪感觉啊，最近有一点时运不济，于是将指挥权交给手下的将官刘立和呼延朗，他自己呢跑到嵩山去烧香拜神，寻求心灵上的慰藉。汉军的主帅离开大营，司马越呢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，马上派人出宣阳门发动突袭。
结果城南的汉军大败，临时替班的呼延朗被当场镇斩，刘立也不再留力，投了洛水畏罪自尽。从嵩山回来的刘聪很郁闷，王弥也来劝他收兵，但是想到之前已经把大话说出去了，哪还好意思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呢？恰好此时汉国太史令鲜于修之夜观天象，向刘渊建议说，岁在辛未，乃得洛阳，今进气尤盛，大军不还，必败。刘渊再次听从他的建议，命人传令刘聪撤兵。刘聪一听说这是天书未到，马上就坡下驴，全军撤回了平阳。接下来的一年晋汉双方战局一度焦灼，石勒在河北，王弥在山东，俩人偶尔兵合一处，更多时候呢各自为战。刘渊在平阳一直憧憬着岁在辛未，乃得洛阳，眼看着辛未年马上就要来了，可惜命运有时候就像雨打浮萍，沉浮不定。刘渊终究没能看到攻克洛阳的那一天。公元310年7月，刘渊一病不起。7月18，这位汉赵帝国的开创者崩于平阳，享年不到60岁。刘渊是那个时代汉化程度极深的匈奴人，他的理想是像汉高祖刘邦一样一统天下，退一步也要像曹操那样平定北方。遗憾的是，在他的有生之年，这些都没有得以实现。后世的很多史学家在承认他的能力的同时，往往也会大加批判，认为他是五胡乱华的罪魁祸首。其实无论是五胡乱华还是五胡16国的出现，有其深刻且复杂的历史背景，肆以为不能直接归咎于某一人。从离石一县之地起兵，最后的执政范围不过今天山西南半部。刘渊的文治武功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，然而其人崇尚节俭，爱护百姓，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，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，很懂得治国之道。单这几点，在16国时代数十位君主当中就已经很难得了。刘渊死了以后太子刘和登上帝位，但是没多久，他的弟弟刘聪发动政变，刘和被杀，刘聪成为了新的皇帝。刘聪上台以后，先干了2件大事。第一件，他爸爸刘渊的皇后单氏，就是氐族酋长单征的女儿。这位单氏年轻漂亮，刘聪将其纳入自己的后宫。如果按照匈奴的说法，续娶继母这是传统，但是按照汉族的规矩来说这就是乱伦了。单氏的亲生儿子刘毅认为这样很不妥，对单氏呢进行规劝，结果单氏羞愧而死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继位不到2个月，刘聪就决定要去完成他的父亲魏晋的事业，攻克洛阳。公元310年，西晋永嘉4年冬10月，汉国新君刘聪以自己的儿子刘粲为帅，以始安王刘耀和征东大将军王弥共同领兵4万向洛阳进发。大军行至黄河以北，镇东大将军石勒率领精骑2万前来会合。汉军先在渑池击败了前来阻挡的晋军，而后长驱直入洛川。和上一次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刘聪在战前就做了战略调整，不再直接围攻，而是先去解决洛阳周围一些构成威胁的郡县。刘粲是兵出轩辕关，在良辰如影之间接连攻破了100多个城池营寨，而石勒呢，则领兵由成高关向东，在陈留吃了败仗以后又一路向南，一直打到襄阳。汉军的这一套组合拳很快让洛阳开始吃不消了。由于得不到地方上的粮食物资的资助，京师饥困一天比一天严重。东海王司马越派遣使者以羽檄遍发天下，征调各地兵马入援京师。一直形同傀儡的晋怀帝司马炽更是可怜兮兮地对使者们说，唯我与诸征阵，今日尚可救，后则无及矣。
替我跟大家说一句吧，现在来啊，还能救得了我，再晚一点恐怕就来不及了。当时仍旧听命进廷，手中又刚好有兵的，东边有青州的苟西，西边有关中的司马模，北边呢有幽州王浚和滨州的刘琨，南边有荆襄的山简。可是这些人有的是和司马越有矛盾，有的呢是后院起火自顾不暇，有的发了兵，但最终没能抵达洛阳。就这样耗了好多天以后，洛阳的大臣们有人开始呼吁迁都避难。大司徒王衍坚决表示反对，迁都是不可能迁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迁都。王衍甚至卖掉自家的牛车以安众心。到了这一年11月，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坐不住了，他是八王之乱中最终的胜利者，终于轮到他独掌大权，却偏偏赶上天下大乱，胡人汉人一起来，盗贼流寇满世界窜。现在洛阳危急，大晋江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这司马越呢，一身戎装来见皇帝，他要亲自领兵去讨伐石勒。晋怀帝司马炽一听他要走，心中暗骂，说了一句：晋胡虏亲逼交击，人无固志，朝廷社稷倚赖于公，岂可远出以孤根本啊？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？匈奴人就快打到家门口了，你这个时候抬起屁股就走人，撂我一个人在这儿，我怎么办呢？司马越回答说：臣出幸而破贼，则国威可振，有欲于坐待困穷也。我此去如果有幸破贼，就能大振国威，总好过在这里坐以待毙吧。这司马越呢，就这样离开了洛阳。除了4万甲士，他还带走了一众王公贵胄、高官显宦，以及数不清的部曲、私兵、奴仆、士婢。由于临走前上表请以邢台自随，再加上司马越原本就招募了众多的名望之士，他的这支队伍呢，可以说是云集了当时晋朝上流社会的精英。他们不知道的是自打踏出洛阳城开始，他们中很多人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状态，鬼门关已经越来越近了。这司马越呢，带着这支队伍最终驻扎在了象县，时间也很快来到了永嘉5年，公元311年，岁在辛未。晋怀帝司马炽和青州刺史苟西联起手来，移袭各州，隶属司马越的罪状，号召天下人人得而诛之。东海王司马越得知了这个消息很快忧愤成疾，在这一年3月死在了象县。这伙人在司马越死了以后不敢发丧，于是共推太尉王衍和襄阳王司马范为首。这俩人一合计呢，洛阳肯定是回不去了，于是呢，护送着司马越的灵柩，带领着这支队伍，他们要还葬东海。当初司马越是以讨伐石勒的名义离开的洛阳城，而石勒呢，也在密切关注着他的动向。得知了司马越已死的消息，石勒马上率领一支精骑轻装出发，并且很快在苦县追赶上了扶桑的队伍。两军相遇，一番苦战。晋军虽然足有10万之众，但是面对石勒大军，几乎毫无招架之力。石勒命令部队将晋军团团围住，然后就像对待猎物一般，万箭齐发，疯狂射杀。10万士卒被石勒的骑兵全部歼灭，无一幸免。西晋中央政府的主力军也就这样全军覆没。战斗进入到了收尾阶段以后，这石勒呢，稳坐中军大帐，命人将太尉王衍、襄阳王司马范等等王公贵胄一一带进他的大帐。石勒和王衍早年相识，因此相谈甚欢。石勒询问晋朝因何衰败至此，王衍呢，据陈获败之由。石勒听得认真，王衍也讲得用心，不知不觉这唠家常式的谈话就已经持续了一整天。直到太阳已经偏西的时候，王衍说到自己年少时并没有当官从政的想法，只是形势所迫，身不由己，才走到了今天。
朝廷大事他是很少参与的。眼下进士气数已尽，将军你应该抓住时代的脉搏，早日称帝啊。这石勒呢，听到这儿，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。他对着王衍说了这样一番话，说：君少壮登朝，名盖四海，身居重任，何得言无患情也？破坏天下，非君而谁？说老哥你呀，从少壮做官做到现在，头发都白了，身居高位，名扬天下，如今却说什么没有从政志向，朝廷大事很少参与，跟我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照我看，破坏晋朝天下的除了你这种高官，还能有谁呢？随后石勒不再问话，命人将王衍扶了出去。其余人等见状都吓得够呛，纷纷辩白为自己开脱。只有襄阳王司马范神色俨然，环顾左右，申斥这些人说：今日之事何复纷纭？那么对于如何处置王衍、司马范这些战俘，石勒一时间犯了难，转回头去问他的部将孔常，说：五行天下多矣，未尝见此辈人，当可存乎？说我闯荡江湖多年，还真没见过王衍、司马范这样的人物，你说他们当留不当留呢？这孔常啊回答说：彼皆晋之王公，终不为吾用。这些人啊都是晋朝的王公贵胄，终究是两路人，不会为我们所用的。孔常这句话直接决定了王衍等人的命运。可能还是心存敬重，石勒特意交代对这些人啊不可以加以锋刃，不能见血。于是当天夜里，王衍、司马范这些人被带到一堵断墙之下，士卒们推倒断墙，埋葬了他们。而对于那个已经死了的东海王司马越，石勒采取了更加极端的处理方式。他说：乱天下者此人也，吾为天下报之，故焚其骨以告天地。这个司马越呢，最终得了个被开棺焚尸，挫骨扬灰，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。从打司马越离开洛阳开始，京师的局面逐渐混乱不堪。司马越几乎带走了所有的主力军和政府人员，导致洛阳城内治安极其的混乱，皇宫无人守卫，饥荒一天比一天严重。大殿里啊，横七竖八倒着很多死尸，盗贼们大白天就公然出来打家劫舍。仅存的几个政府部门全都在门前挖了壕沟以求自保。司马越象征性留下来驻防京师的有一个叫何伦的将军，这家伙啊也出来趁火打劫，他跑到皇宫强行侮辱了公主。京师这种混乱情况啊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兵荒马乱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随着城中饥民越来越多，渐渐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。司马越死了以后，何伦马上保护着司马越的王妃裴氏以及司马越的世子逃出洛阳，一大批的王公大臣和城中百姓紧随其后。这伙人跑着跑着啊，结果正好撞上石勒的骑兵。东海王司马越的世子以及司马宗室的48位王爷全部死于乱军之中，东海王妃裴氏直接被掠卖为奴。洛阳的晋怀帝司马炽啊，也想赶紧脱离苦海，可是一无粮草，二无护卫，想跑都没法跑。好不容易等来了青州刺史苟晞的消息，苟晞呢派出500甲士和船队，已经在迎接圣驾的路上了。司马炽决定啊，立刻出发，不再坐以待毙。可是城中仅剩的一些公卿大臣们，又想逃命，又舍不得家中财物。等到他们打包装车完毕，终于可以启程了，结果天子出行的剩余又找不到了。找不到就找不到吧，这个时候也没必要摆这个谱了。没有车驾，那就徒步着去会合吧。结果一行人刚刚走出宫门，就遭到一伙强盗的围攻，最后呢，只能狼狈的逃回到了宫中。想跑又跑不了，
那就只能等狗西的人来洛阳了。可是还没等到迎驾的人，汉主刘聪那边已经有了新的动作。公元311年永嘉5年5月，刘聪派大将呼延晏领兵27000杀向洛阳，同时命令刘耀、王弥、石勒各率所部前来洛阳会师。呼延晏一路上势如破竹，前后接连击败晋军12次，俘斩3万余众。此时的洛阳守备已经空虚到了极点。呼延晏是5月28来到了洛阳城南，开始按部就班攻城。3天不到，洛阳城破，汉军从平昌门鱼贯而入。呼延晏命人放火焚烧城门，又在洛阳南城大肆劫掠。转一天，考虑到其他人都还没到，这呼延晏呢下令暂时撤出洛阳。临走还把晋怀帝司马炽准备乘坐逃走的船只一把火烧个精光。6月初5，王弥大军抵达洛阳城南宣阳门外。6月初6，刘耀大军来到洛阳城西的西明门外。该来的都来了，那就直接进入既定程序吧。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，汉军一路杀入洛阳皇宫，在皇宫中大肆搜掠。晋怀帝跑到皇宫后面的华林院，想要偷偷逃走，西出长安，但是途中被汉军俘虏。洛阳城经过这一伙虎狼之师疯狂的摧残蹂躏，火光冲天，嚎哭之声不绝于耳，随处可见残垣断壁，一片狼藉，尸横遍地。这场浩劫最终导致洛阳城中共有3万余人遇难，尸体被汉军在洛水边上堆叠起来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尸堆。2天以后，洛阳被汉军洗劫一空，晋朝的宗庙被毁，皇陵遭到挖掘破坏。刘耀下令一把火烧掉洛阳皇宫，带上晋怀帝司马炽、晋惠帝的皇后杨宪荣、6颗传国玉玺、大批后宫女子、宗室家眷以及数不清的金银财宝，返回了平阳。洛阳被攻克，汉主刘聪自然很是高兴，大赦改元，封晋怀帝司马炽为特进左光禄大夫、平阿公。这个时候仍有2股势力可以对汉国构成直接威胁，一个是晋阳的刘琨，另一个呢就是关中的司马模。司马模这个人在上一集的八王之乱中稍有提及，他是东海王司马越的亲弟弟。自河间王司马颙死了以后，司马模一直坐镇长安，几年光景把关中治理的那是相当的一塌糊涂，技艺流行，盗贼四起，人心尽失。311年8月攻克洛阳不久，汉主刘聪派刘粲、刘耀率领大军攻打长安。司马模是府库空虚，士卒离散，没了办法投了降。投降也没能保命，最终呢被刘聪的儿子刘粲所杀，还把他的王妃刘氏直接赐给胡将为妻。汉军没费多大力气取得了长安，但是整个关陇局势却难以平定。这一年年底，安定太守贾雅领兵5万，雍州刺史屈特领兵10万，联合起来共同攻打长安。攻守易势，驻守长安的汉国中山王刘耀亲率精锐出城相抗，结果呢吃了败仗，刘耀本人中箭退回长安。这个时候在洛阳侥幸逃脱的秦王司马业辗转逃到了雍城，人们奉其为皇太子，一时间关中各地纷纷响应，声威大振。转一年的4月，刘耀不得已撤出长安，同时强行带走了长安市民8万余人。时间很快来到313年4月，晋怀帝司马炽在平阳遇害，司马业就在众人的拥戴下于长安登基称帝，这就是西晋的末代皇帝晋闵帝。司马业是吴王司马炎的儿子，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孙子，法统传承还是说得过去的。但是这个时候的长安早已不复昔日繁华，
人口满打满算100来户，城中的街道四处杂草丛生，进闽地司马驿的交通工具只有4辆破车，官员们的朝服印绶全都没有。司马驿这边是称了地，刘聪啊马上派刘耀来打，汉军一度打到长安的外城，而后因为被晋军偷袭撤军。第2年夏天，刘耀卷土重来，因为大将赵冉、殷凯战死，再次无功而返。到了315年9月，为了一雪前耻，刘耀呢采取当初刘聪攻克洛阳的策略，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，先解决长安的外围，再对长安实施围困。一时间呢，内外断绝，长安城是饿殍满地，1斗米价值黄金2两，逃亡者不计其数。那个太仓里啊，还剩下一些本来是用来酿酒的曲饼，人们把曲饼碾碎熬粥给闽地司马驿喝。没过多久呢，这曲饼也全都吃光了。围城到了第3个月，司马驿哭着说：“今穷厄如此，外无救援，当忍耻出降，以活市民。”随后派遣使者带上降书，准备去找刘耀请降。他的大臣里面啊，有个叫索琛的，私自拦下使者，让自己的儿子去找刘耀谈判，说城里边的粮食啊，足够吃上1年的，不是轻易就能攻克的。如果你能许诺让我当上高官，我就献城投降。刘耀听罢啊，心里鄙夷得很，先把索琛的儿子命人拖出去给砍了，随后呢，把尸首再送回城中，并且附送书信一封，说帝王之师以义行也，故将兵15年，未尝以诡计败人，必穷兵极事，然后取之。今所琛所言如此，天下之恶医也，则相为戮之。若兵实审未尽者，便可勉强固守，如其粮尽兵危，亦以早误天命。就这样，在建兴4年的11月11，公元316年12月11日，晋闽地司马驿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，坐着洋车，上身裸露，嘴里叼着玉璧，后面抬着棺材，由长安城东门出城投降。西晋王朝到这里啊，也就走到了终点。从晋武帝司马炎开始，惠帝、怀帝、闵帝传了4位皇帝，历时51年而亡。永嘉之乱发生以后啊，晋惠帝的皇后杨宪荣被汉军将领刘耀看中，并纳入房中。若干年后，刘耀成为前赵皇帝，杨宪荣呢再次当上皇后。一生之中经历5废6立，并且分别在2个不同的朝代被立为皇后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杨宪荣啊是幸运的，相比之下，他的女儿清河公主要更加坎坷。洛阳陷落以后，这位晋朝公主辗转被卖为奴，而且饱受折磨虐待。东晋建立以后，清河公主逃到县衙表明身份。不幸中的万幸，晋元帝司马睿得知以后呢，将其解救，改封为临海公主，最后让她嫁给了宗正曹统。永嘉之乱是西晋历史上继八王之乱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战乱，是刘渊、石勒等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攻陷洛阳，横扫中原，从而彻底摧毁西晋王朝，是中国历史再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。导致永嘉之乱的原因啊是很多方面的，比如西晋王朝因为八王之乱迅速衰弱，北方的少数民族乘机崛起并迅速发展，各地的流民盗寇层出不穷，以及西晋的实际掌权人东海王司马越在秉政后一系列错误举动，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新的矛盾和冲突。在这些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，最终导致了永嘉之乱的发生。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，这是慢聊五胡十六国的第2集，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们。五胡十六国的故事啊，仍在继续，我
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